我觉得互联网可能是就二战之后人类的这个文明里面最大的共识，我们可能都在使用的就是互联网。互联网带来的文化和价值，甚至带来的对我们的这种文明结构的冲击，它确实给了我们很多新的想象。除了我父母之外，我觉得所有人应该都是这么来叫我的，叫阿角。这也是我的一个一直在用的 Internet 的一个 ID。我以前有很多经验是去制作网站，或者说去研究一些搜索的优化。其实一个合格的 ID 它是很容易被辨识的，因为当你去搜索它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重合的名字，搜到的就是我。从大学的时候和朋友们一起做了一个网站叫 We Need Money Not Art， 它其实是一个翻译的一个 blog， 所以通过它我学习到 OK， 原来我学的这些计算机的东西或者说技术的东西，它是可以成为一件作品的，而且你可以用一种技术思维去尝试做作品，所以这也是贯穿我在做所有别的事的时候我没有放弃的一件事情。应该是17、18吧，这整个2个年度里面，我不停的在柏林跟上海往返的飞居住，然后再去做我的东西，再去生活，所以我非常多片段是在2个城市不断交叉的。可能我在尝试去做一些游戏的研究，所以我玩了一些经典的游戏，然后这些游戏也会穿插在你的记忆里，所以我希望通过不管是地域上的差别，然后包括是载体上的差别，甚至其实我会刻意去用一些不同的设备来记录我的生活。其实我在里面用了，除了手机之外，我其实有用一个偷拍的设备走在街上，另外一个是我会带一个可以拍非常短视频的眼镜走在路上去记录我看到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你当时感兴趣的，你觉得要用记忆记下来的。我觉得 Bot 可能好玩的地方是，他提出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待现在的一个人的记忆呢？我的想法是，这个记忆不单是在你的一种 in body 这样的，就在身体里这样一种状况，它变得外置化了。我们的这种智能手机里面，或者是在这种 social media 上的这种平台里，我们其实写了大量的信息，然后你发送大量你的想法，希望当别人去阅读的时候，他可以明白 OK， 我们现在不是一个单一的方式在构成记忆了，我们有新的记忆的方法。Deep Simulator 在讲人在一个 cyberspace 里面，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是他希望所有的玩家以一个玩家的视角来理解游戏之外的世界。我会当玩，就是我们玩的可能是一个在电脑上的游戏，然后但是同时它其实并不是想让你沉浸在一个 cyberspace 里的，而是它不断的给出一些提问，甚至挑战你，让你觉得你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玩家，而是你的玩家身份成为了这个游戏最大的意义。因为对我而言，一个互联网的媒介走到今天，它的碎片化或者说它的不稳定性，甚至它的不正确，甚至我们都说在一个 fake news 的年代，甚至我们现在都说是一个后真相，都已经 post 了。这些碎片化的媒介带来的信息，它是有价值，但是同时它会带来你的很多问题。我反而觉得游戏成为了在可流动的这种碎片化的信息里面一块相对完整的。当我们要去玩一个游戏的时候，我们是要花功夫下载可能几个 gigabit， 甚至可能几十个 gigabit 这么大小的数据的。但是当有人能把它整个玩下来的时候，其实他投入的精力和时间跟他的注意，它是非常完整的，同时给他带来的体验也是非常完整的。我觉得这个已经是现在的互联网很难带来的一种体验，所以我觉得游戏反而变得重要了。从一个 player 的视角，用看待算力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我觉得就是 Deep Simulator 想讲的。然后我觉得为什么我有这样的灵感，也源于长时间的使用互联网。我觉得互联网可能是就二战之后人类的这个文明里面最大的共识，我们可能都在使用的就是互联网。互联网带来的文化和价值，甚至带来的对我们的这种文明结构的冲击，它确实给了我们很多新的想象。相信互联网是乌托邦，从相信世界是平的这一代，比如就像我一样成长起来的人，对互联网的一种想象吧。这种想象一直是存在，这种想象是它是自由的，
它是可以去到所有地方的。但是在当下，就是我们体验到的，它是一个平台经济的时代。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大的平台 ，Facebook、Twitter，包括在简体中文的 WeChat， 还有这些 BAT 的公司，就他们其实重新分割了互联网的版图，它建起了非常明显的 gap， 这 gap 不再是我接触互联网时候的互联网，所以我觉得 UIL Islam 我觉得是一种回归，它其实是在强调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个 UIL 访问到所有我们想看的东西的，而每个人都可以构建自己的 UIL， 同时我们可以去访问它，它是非常平等的，它是非常自由的。可能今年我下来9月份会做一个展览，在上海，叫做《我死于互联网》。它可能又是一个新的阶段，整体的去反思一下，在当下的互联网，人到底怎么了，或者说我们的互联网怎么了，或者说我们跟互联网相处的关系到底怎么了，而并不是以特别互联网的方式去讨论它的。我觉得在可能前面这些年，我们体会到的互联网都是非常成功的，都是英雄式的，都是改变人类的。但是我觉得互联网可能下来，它带来的并不再是那么 shining 的那种感觉，我们更多的可以看到它的阴暗面带来的问题，带来的冲击。我们需要重新反思它的存在，我们也得承认我们是可以死在互联网上的。